它是一条被全世界嫌弃的召唤兽。然而就在我召唤出它的第一时间，却欣喜若狂地抱着它狂亲起来。见状，同学纷纷开始嘲讽我是一大聪明，就连原本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班主任，此刻也怒骂自己辜负了他的培养。见状，我只是笑而不语，转身便卖掉所有家当，换来整整1万斤怪物兽肉喂给小狗，激活它体内的隐藏天赋。此刻我摸了摸它的小脑袋，脑海中顿时响起契约提示音：忠诚度永不背叛，是否进行本命连接？随后我毅然选择了是。在灵魂仿佛被生生撕裂的剧痛中，我惨叫着倒在地上，周围的同学都以为我承受不住打击，纷纷出言嘲讽。校花女友柳如烟也走了过来，带着一丝歉意轻声开口：高考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攀爬阶层的唯一机会，刚才身为枪骑士的流量已经同意和我早对了，所以我就不和你一起了。我轻描淡写的起身回答：没问题。听到那清淡又简单的回答，他原本想解释的话语顿时哽在喉咙，一股不被重视的情绪从心头升起，紧接着冷哼一声，便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。一旁的女生也投来厌恶的目光。他就是在强装镇定吧？如烟，你又没做错，干嘛那么低声下气？就凭他那只巴掌大的赖皮狗，也配得上你？然而此刻我根本没理会那两人，只因本命链接完成后，我竟然发现小狗觉醒了。SSS 级天赋贪婪暴食，可以将一切吞下的食物化作能量，无视任何限制持续成长，直接冲破桎梏完成进化。看来这苦没有白受。放眼整个大夏，觉醒 SSS 级天赋的人，一只手掌都数得过来。每多出现一位，国家都会给予最高度重视，并派人全程护航。原因自然是过于强大。我一把抓住小黑狗，将它拉到眼前。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黑明，要好好给我打工干活。黑明舔了舔自己，一脸欣喜的样子。我扔给他一块肉排，没过多久就被吃得一干二净。吞噬普通肉质，进化值加 0.5。伴随着声音出现时，黑明的体型微不可察地增大了一圈，所有基础属性全都上升一点。这才只是吃掉一条普通肉排，如果后面能吞噬更多食物，会达到何等恐怖的地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跳止不住加速，并且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我的力气似乎也跟着提升了一点。看来金手指还能让召唤物获得的能量一部分反哺给我。随即我先是花了600万买了整整1万斤变异兽肉，心念微动，唤出黑明。看见面前鲜红的变异兽肉，黑明感觉到了体内深处传来一股强烈的吞噬渴望，立刻张开嘴撕咬起来，疯狂转化着吞进去的每一块变异兽肉。在不断吞噬下，无数能量充斥黑明的全身，他的体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增长。在这时候，我也感受到全身各处都在提升。半小时过去，此时黑明体型已经飙涨到2米多，我的所有属性全部提升10点，放在所有班级也是出类拔萃。黑明近乎作弊的变强方式，能让我快速和别人拉近差距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再犹豫，点击系统的进化按钮，伴随确定的瞬间，黑明体内深处恐怖的天赋本源震动，顿时一股股特殊的黑色进化之力爆发，细胞分裂，基因重组，生命朝着更高的层次跃迁。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获得技能滋裂，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觉醒新天赋巨化，提升自身体型3倍，力量防御增加300%，速度降低50%。随着这次进化，黑明属性全部突破到50点以上，而这还仅仅是1级时的状态，哪怕是顶级的召唤物也比不上。人族将召唤物划分为4种级别，低中高顶评判的标准就是天赋 ，S 级对应高级 ，SS 级对应顶级。至于达到 SSS 级天赋的召唤物，目前还从未在大夏出现过。随后我便带着黑明回家休息，准备看看明天高考有哪些牛鬼蛇神。第二天，无数参加高考的人汇聚在广场上，陆文正在详细讲着进入副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。这次高考将数作一线，高中学生放到一起，竞争压力几乎被拉到了顶点。原本信心满满的流量，此刻已经紧张的汗流浃背。陈林，你还用来吗？干脆直接放弃算了，免得自取其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没比过你就可以欺骗自己没输过。开口说话的人名叫叶超，除了他外，还有穿着法袍、身材曼妙的柳如烟。显然他们是组队的队友，我懒得理会。随着一声钟鸣响起，4座青铜大门同时开启，微微敞开的缝隙瞬间涌出一股股幽冷的气息。所有的学生没有犹豫，立刻仔细查看要进入的副本信息。完了，我们2中分到的是埋骨森林，失败概率最高的副本之一啊！所有副本都是差不多的难度，有什么好叫？3中分到更简单的，你们当然没怨言了。见状，陆文忙向自己身后的学生提醒：埋骨森林的地势复杂，还有灌木非常密集，你们千万要小心被怪物偷袭，时刻警惕周身范围的任何情况。随后，陆文拿出外观类似手表的东西，这是机械师制造的记录器，可以将你们在副本获取的分数传输出来。紧接着又是一声钟鸣响起，意味着高考正式开始。一名穿着白色甲胄、留着冰蓝色长发、面容精致漂亮的少女率先进入副本。是我们3中的苏凌雪学姐，她选择一个人进副本。组队的人数越多，越会减少分数增加。
家，有实力的人当然选择单开。无数环座广场周边的学弟学妹脸色兴奋地互相讨论。我意念微动，连接副本，顿时白光将我一人笼罩。同样是选择单开副本时，在所有学生都进入副本之后，一名等级20的中年男子抬手一挥间，4道水幕开始投影副本内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有2中的学生选择主动退出副本。所有2中的老师对视一眼，都齐齐低下头，默默无言。感受到许多揶揄目光看了过来，李明志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一言不发地望着水幕。画面缓缓变化的水面，突然出现一个孤身少年，正在茂密的树林间左右观察周围情况。李明志的脸色惊讶：单开，我们2中昨天的转职上有出如此实力优秀的学生吗？听到这话，陆文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。他很清楚，我只是普通的召唤师。然而此时，副本里的我在一阵轻微眩晕后，顿时打起精神观望四周。忽然，一个物体掉下来的声音响起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左手虚握间，1米多长的法杖凭空出现在掌心，水桶粗大的深绿长虫瞬间从上跃下，脑袋大大裂开，露出密集的恐怖齿迹。我握住法杖，另一端抽出一抹白芒，瞬间穿过深绿长虫的身体，身躯1分2半的深绿长虫如同断线的风筝倒在地面。你已成功击下毒齿虫，获得5经验值。同一时间，我手腕上佩戴的物品亮出一条提示：分数加15。此时外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不是召唤师吗？但这神经反应和速度，绝对只有高敏捷属性才能做到。陆文同样一脸懵。虽然我之前在实战练习课上表现很好，但远没有现在这么离谱。在击杀深绿长虫后，我朝着森林的腹地出发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一丝不明的鬼叫，一只只形状矮小丑陋、皮肤绿油油的生物出现。我一眼辨认出来，是哥布林课本上描述他们生性凶狠、酷爱繁衍，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会同族相残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应该有50-60只。这么多的数量一拥而上，我基本上很难活下来。随即我便在心中呼唤黑冥，顿时之间白光显现，一道悠长的狼嚎响彻森林上空。黑冥冰冷的树瞳盯着这群争先恐后冲来的哥布林，獠牙毕露。他四肢猛然发力，像一颗炮弹般冲了出去。跑在最前面的哥布林顿时头骨碎裂，余力不减地向后倒飞。左右两侧的哥布林大叫着，举起武器全力砸下，尖锐的残骨砸到黑冥背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当场裂开。黑冥一爪朝着哥布林的头部狠狠拍去，那哥布林脑瓜顿时爆炸。黑冥直接放弃防御，如入无人之境般疯狂的杀戮。哪怕是智商低下的哥布林，深深感受到本能的畏惧，他们停下进攻，慌不择路的四散而逃。来了就一个都别想走。我吩咐着黑冥追杀的方向，自己则朝最近的哥布林冲杀过去。看到这凶残的一幕，外界哗然一片。我们2中居然有这么猛的学长吗？他的召唤物强就算了，怎么连自己都有这么高战力？开了吧！2中的观摩席上，一众高1高2的学生脸色兴奋。10多分钟前，有人发现我遭遇哥布林后，基本都认定我要淘汰。然而我一人一兽杀的哥布林群全都不剩。看到这一幕，李明志面色一喜，能这么快达到这种地步，少说都是 B 级天赋，还是成长型，那潜力几乎不亚于高级召唤物。2中终于要出一个可以撑得起门面的天才了吗？他连忙朝身后道：陈林现在多少分数？根据记录器的计算，他现在的分数是560分，位居我们2中第1，但3中的苏林雪要更加恐怖，分数830，领先了全场一大截。听到这番话，李明志和其他老师都倒吸了口凉气。这才进副本不到20分钟，这甚至有资格一争全省状元。副本内一道道光团从哥布林尸体出来，迅速融入我的体内。我的等级很快升到了2级，精神略微提升5点。这就是普通职业的弊端，即使跟上升级，但越到后面差距只会更大，最终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不过我可以依靠着黑冥的反哺来抹平。虽说分数已经达到合格线，通过学府录取已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但我的目标不止于此。此时黑冥正咔嚓咔嚓吞着哥布林尸体。黑冥，走吧。猎杀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哥布林属于群居怪物，既然这里出现了他们的作战部队，那么附近应该有巢穴。10来分钟过去，沿途没有遭遇任何一只怪物，这让我更加确定心中的猜测。副本说是副本，却更像一个独特的世界。秘境里面的万事万物并不会自动刷新，而是同样遵循着自然规律运转。突然，几根用骨头制作的长矛从半空抛射过来，一只只哥布林从四面八方涌出，嘴上嗷嗷大叫，挥动着武器发起冲锋。我脸上看不到丝毫畏惧，法杖瞬间切换成剑形态势，瞬间将一只哥布林斩首。我如开无双，注意力全集中，快速屠杀着这群脆弱的哥布林。每次躲闪剑刃都会精准地带走他们的生命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随风起舞的蝴蝶，翅膀则是代表死亡的镰刀。这优雅的如同艺术的战斗，让外界大呼过瘾。2中上下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脸色惊喜。这战法表现好精湛，他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，剑术更厉害，次精准的割裂喉咙，偏1分都做不到击杀。如今他们已经不看别人了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锁定在我身上，一刻没有挪开视线。陆文嘴角一抽，高中3年时，他压根就没见我在实战，练习课上碰过一次剑，这小子藏的也太深了。不好，是6级的暴躁哥布林，整整13只，陈林要有麻烦了。等等，还有火焰哥布林、寒冰哥布林，一个人独自找哥布林巢穴，太冒险了。所有老师的心都不禁有些担忧。在这些哥布林出现后，所有哥布林如同找到主心骨，不再毫无章法的进攻。随着火焰哥布林开始咏唱咒语，一颗颗拳头大小的火球凝聚，齐刷刷朝我射来。我连续几个闪身将火球一一避开，其他哥布林看准机会，趁机扑上来攻击。我微微侧脸避开迎面捅来的骨毛，紧接着伸手瞬间扼住那只哥布林的脖
脖子，把他甩向半空射来的火球。绚烂的火焰轰然炸开，瞬间吞没了那只哥布林的身体。我继续化身人形发射器，把一只哥布林当作炮弹丢出，砸向火焰哥布林。我的天，还能这么玩！外界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学生都惊呆了，班主任陆文也看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个攻击方法自己好像没教过。此时我把火焰哥布林砸得晕头转向，他们施法就打到同类身上，不施法自己就得被杀。在一阵拉扯下，黑明也杀到了后方，将他们一一击破。100多只哥布林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只，他们只能选择逃跑。但是这次我没有赶尽杀绝，只是慢悠悠地跟在他们后方，准备直接捣毁他们的老巢。追着残余逃命的哥布林进了一个山洞，绿油油的几个瘦小身影忽然从岩壁上方扑来，我手掌一紧，杖中之剑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回去。哥布林的头颅和身体分别落地，剩下的2只也被拥有夜视能力的黑明张嘴咬住，咔嚓一声美滋滋的吞下。忽然通道的转角浮现无数火光，我脸色微变，立刻朝后狂退着。无数形状丑陋的身影爬满岩壁，我神色凝重，大声一喝：黑明！黑明的体型瞬间以可怕的速度暴涨，巨化天赋，他猛然向前冲锋，撞开空中的哥布林，周围的哥布林被撞得七零八落。黑明一只大爪拍来，直接将他们压得身体炸开，血肉模糊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震耳欲聋的暴虐咆哮响起，脖颈长满浓密毛发，肌肉膨胀，体型如同小楼高大的狰狞怪兽缓缓走出来，愤怒地瞪着黑明。我面色一沉，竟然是 BOSS！ 竟然是 BOSS！巨魔双腿一迈，发起冲锋，顿时洞窟轰轰作响，每步落下，地面都在震动。黑明毫不惧怕，直接迎了上去。黑明的利爪黑光浮现，率先落在巨魔的身上，造成4道浅浅的伤痕。感受到疼痛，巨魔瞬间更加暴怒，1米大的2只手拽住黑明头颅，重重捶下。黑明四肢一陷，被砸的嘴角渗出鲜血，哀嚎一声。看见黑明被压制，我赶紧用出职业技能强化术，全面增幅20%基础属性。丝丝白光在黑明身上亮起，顿时间黑明直接把巨魔掀翻落地，一口撕扯下一块肉。巨魔也两眼通红，发动了嗜血技能，两者纠缠在一起，越打越疯狂。我一边维持强化术，一边使用恢复术，动静传遍附近几百米。就是哪个狠人在打 BOSS？ 此时有一个3人小队闻讯赶来，想着帮忙的同时还能分一杯羹，但是当他们赶到现场时都愣住，因为和 BOSS 搏斗的不是队友，仅仅只有我一人。此时我用手中的剑补了最后一刀，巨魔头顶的血量从1变成了0，中途周围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敢插手，刘亮和柳如烟也在其中，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，这小狼一天之间竟然变成了这样。此时另外一队4人走了过来，是重点班的赵辉阳。没想到咱们学校竟然有你这样的猛人，我看召唤物伤势很重，需要我们帮忙治愈吗？我们队有一个奶量十足的圣魔士。话音刚落，赵辉阳就被身后可爱的少女踢了一脚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对方听到这话就准备离开，临走时却意外看到了我手上的分数线5320。我靠！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却脸色红晕的走了过来，刚到身前，黑明血红的瞳孔冷冷盯了过去。柳如烟顿时只觉如坠冰窟，腿脚不听使唤的一软。我没有转过身去看他一眼，害怕自己再次沉沦到他的温柔乡。随后我便返回洞窟，让黑明继续进食强化自己。当所有怪物都被黑明吃掉后，一层能量茧将他包裹。看来这次的进化远超上次的受肉，就是不知道他出来后会有怎样的战斗力。没过多久，一双利爪撕开光茧，从中出来的黑明体型再次增长，树瞳变成深蓝，高贵冰冷，并再次获得新技能威慑和火焰，就连天赋也提升了1级，完全就是全方位的蜕变。现在距离高考结束还有1个小时，我坐着黑明开始寻找其他怪物据点。随着10来分钟过去，我和黑明来到了另一只 BOSS 领地范围，15级的扭曲树王。见我往扭曲树王走去，外面的李明志也是皱眉不止。他知道扭曲树王不管是血量还是攻击，都拉开巨魔1倍不止，而我才4级，能做到这么大的战力跨度，放眼全国也是凤毛麟角。副本内，就在我踏入泥地的瞬间，一棵棵血红眼睛的树纷纷苏醒，巨大的躯干裂开口子延伸至后，只见它们拔根而起，一条条枝干朝我捅来，我却丝毫不惧，猛然上前，瞬间拔出杖中剑刃，眨眼间挥出5剑，速度快到出现残影，枝干瞬间被斩断掉落在地。我眼神一冷，3步并作2步，冲到这只树精前，剑刃直直朝着它裂开的嘴刺去，巨大的口子不要钱似的流出大量汁水，树精血条瞬间清空，倒塌而下。看到同族惨死，周围所有的树精张牙舞爪包围过来。就在这时，黑明愤怒咆哮，一掌将眼前的树精撕碎，随后漆黑的火焰从他体内冒出，覆盖全身，点燃树精，并不断蔓延给其他树精。树精疯狂惨叫，惊恐扭曲，然而任由他们怎么挣扎，都灭不掉这漆黑火焰。漆黑火焰是在吞噬他们的生命燃烧。见状，我也有些惊讶，没想到黑明的火焰特性这么变态。很快，树精纷纷在漆黑火海下化为灰烬。漆黑火焰回到黑明的体内，火焰相当于黑明可以省略吃肉这个步骤，直接就可以吸收能量。短短时间，黑明和我同时升了1级，我的分数直接窜到了7120分。短短时间，黑明和我同时升了1级，我的分数直接窜到了7120分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炸开，无数手臂粗大的金色枝干瞬间绞杀上来，一道震怒的凶厉嘶吼从远处传来，上百棵树精拥护着一棵100多米的巨大树王缓缓出现。我默默后退一步，哪怕自己的基础属性现在全都过了50点，上去也大概要完蛋。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清楚的。
黑明，上去干他们！强的敌人肯定要让给召唤物处理。黑明凶光一闪，身上燃起漆黑火焰，直接以最强形态冲向中心的扭曲树王。漆黑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，不断有树精发出痛苦的嚎啕咆哮。我看准机会进场收割，看着一个个族人痛苦死去。扭曲树王发出长长吼叫，无数金色枝干向黑明杀去。黑明直接无视防御，疯狂朝扭曲树王本体跑去。黑明锋锐的利爪黑光浮现，向扭曲树王疯狂挥下一爪，把树皮撕下。扭曲树王面孔狰狞，所有枝干从不同角度穿向黑明。然而黑明仗着肉身防御，以伤换伤，漆黑火焰开始缓缓向上蔓延。扭曲树王满眼惊惧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被蚕食。扭曲树王害怕了，疯狂的想要逃跑，可黑明也咆哮一声，瞬间漆黑火焰像锁链一样捆住他。黑明的进攻变得更加暴虐。这时赶过来帮忙的赵辉阳四人咽了咽喉咙，一脸的震撼。这时赶过来帮忙的赵辉阳四人咽了咽喉咙，一脸的震撼。15级的第2阶梯扭曲树王就这么被压着打，看见他们我也有些意外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巨物倒塌的声音响起，扭曲树王被消灭，我身上白光升起，等级提升来到8级，同时记录器上分数再涨3000。剩下的树精给你们4个了。这分数获取的太简单了吧？苗珊珊嘴巴微微张开，他们的分数短短10来分钟就到了顶尖学府的最低招收标准。我们之前哪次面对怪物不是全力以赴？是陈琳的黑明震慑太大，这些树精不管我们怎么杀，都没一个敢回头。此时所有漆黑火焰已经飞回黑明体内，常态体型的黑明成长到了7米，我的基础属性也全部破70点，等级刚好升至10级，可以进行一转了。这次的高考可以结束了，副本开始强制传送离开。无数学生在白光的笼罩下，纷纷回到宽阔的广场，顿时一片片高呼迎接着他们。黑明7米高的体型就蹲坐在我身旁，巍然不动。他竟然真的做到了第1！李明志和老师们激动的脸色通红着，太恐怖了！他本身也强得可怕，能以召唤师职业杀那么多怪，做到这种程度也是前无古人了。老陆，你有了一名好学生啊！走走走，我们赶紧去迎接陈琳。李明志迫不及待的就拉着他们过去。另一边广场的边缘，柳如烟后悔的脸色青了。他1小时前就放弃副本，被淘汰，分数连高等学府都进不去。想到这里，柳如烟眼神有些怨毒。此时，苏林雪也被3中的老师和校长围着，他们互相叹气。2中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出了这么一个妖孽。是啊是啊，林雪你别气馁，你19050的分数已经很好了。我没事。然后苏林雪有些好奇的望向2中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就在这时，省级排行榜单也出来，毫无疑问，我排在第1位。只能说黑明的确变态，不仅成长没有上限，还随着进化战力也越来越恐怖。此时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只召唤物。回家后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妹妹和妈妈，并且全省第1的100万华夏币也到账，以后妈妈和妹妹都不用继续过着节俭的生活。随后我回到房间，准备一转需要通关随机匹配的转生副本。看着面板，我毫不犹豫点了一转，我瞬间消失在了房间中。系统提示音，坐标编号08694，这是一个千疮百孔、属于崩碎边缘的世界，人类的火种已然即将熄灭，你能否带来拯救，亦或毁灭？系统提示音。可选任务1，消灭1000数量灾兽，力所能及保护幸存者。可选任务2，帮助灾厄母兽吞噬一切进化，本次人数10人，时间限制24小时，无法主动回归蓝星。系统提示音。可选任务1，消灭1000数量灾兽，力所能及保护幸存者。可选任务2，帮助灾厄母兽吞噬一切进化，本次人数10人，时间限制24小时，无法主动回归蓝星。我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在一片废墟间，我微微皱眉，想也没想直接选了任务。其1，以灾厄母兽吞噬一切。那我的黑明吃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玻璃门道飞出一道人影，无数碎片伴随着一名体型娇小的少女落在地上。一只浑身血色、没有皮肤的爬行灾兽从昏暗的殿内窜出，扑向少女。少女艰难地朝着一旁的长刀伸手，然而还是慢了一步。死亡的恐惧涌上心头，她的双手下意识护在前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瞬间斩过，爬行灾兽的头颅和身体分离，半空的怪物失去重心倒在地面。你好，我叫陈琳。我叫陆羽。我正准备向他打听这个世界的情况，突然一道交喝传开，情况有异，全部撤退！陆羽顿时脸色一变，抓住我就要离开。果然话没说完，一辆汽车从远处笔直的飞来，我猛然一扯，把陆羽甩向后面，把杖往前一横，打算硬接下来。汽车巨大的冲击下，我被撞退10几米，才完全停住。陆羽脸色一慌，忍着疼痛连忙跑过来。你没事吧？我平复了下翻涌的气血，摇了摇头，随后看向前方，前面一只两脚站立、长满狰狞尖刺的灾兽是刀魔。我们走不掉了。陆羽目光凝重，手指不自觉握紧刀柄，刀魔越走越快，下一瞬脚下地面突然凹陷，全力冲出。陆羽还未反应过来，一道身影就从他旁边掠过，瞬间迎了上去。我拔出杖中剑刃，和刀魔锋利的刀臂相撞，发出了清脆的交响声。刀魔发出嘶吼，另一条刀臂挥动，朝着我头部砍去。我猛地把他震开，对着陆羽喊道：“陆羽，把你的刀给我！”听到这话，陆羽毫不犹豫地抓住刀柄，拔出扔给我。现在再来！刀魔仿佛感受到了挑衅，瞬间冲上来，两条刀臂疯狂挥舞，我丝毫不惧，一手刀一手剑同用，数秒之间来回交手几十下，速度快到出现残影。在上千回交锋后，我找到一个破绽，微微侧头躲过致命攻击，紧接着左手长刀向上一斩，锋利的刀刃瞬间斩过刀魔的手臂，不给他反应，剑刃立马刺向他的心脏，穿透硬质的皮肤，直贯身后。陆羽摸着还在作痛的手臂走过来问道：“
你不是这里的人。我不置可否，淡淡笑道：“可以给我介绍介绍这个世界吗？”是疟疾，是疟疾，持续整整1个月，越来越多的人经受不住折磨，变得疯狂，最后化作了只知杀戮的怪物。现在疟疾又发生了变化，镰刀甚至山川河流都会灾变，人类已经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了。听完这些，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大致了解。就在这时，道路转角出现10几人，他们全都面带慌色。小雨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赶紧跑！为首的高挑女子大声道。她说完，地面隐隐震动，如同爆发的洪流正汹涌奔来，上空大量猩红啮气聚拢。突然，四面八方传出一道道吼叫。只见高楼上露出许多的灾兽，嗜血的双眼盯着所有人。猩红在这一刻形成一堵墙，将所有人团团围住，不断逼近。所有人的双腿慢下来，绝望从他们心底涌现。所有人都咽了咽口水。小雨，一会儿跟紧我。露露说完，看了一眼我，以为我是其他幸存组织的人，我没有在意，直直朝着前面走去。等等，你做什么？现在我们被包围了，不是你一个人逞神的时候。不，是他们被我包围了。这么多灾兽，全部杀掉的话，评价不得蹭蹭的往上涨了。黑明。一道白色的光芒中，体型7米高的黑冥瞬间出现，吼声响彻天际。黑冥的树瞳冷冷望着前方浪潮一般的灾兽，随后直接进入巨化形态。他顿时暴涨至28米，身体比一切楼房还要高。黑冥四肢发力，地面瞬间皲裂出无数裂痕蔓延，如同一颗导弹般冲进灾兽群中。高温的灼烧下，全部灾兽没有撑住几秒，就在痛吼中死亡，化作养料。在后面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，全都神色呆滞。小心！突然10几只灾兽朝我发起袭击，见此情景，露露顿时出声提醒，双脚动作快速，想要支援。然而下一秒，她的身体愣愣停住。只见我不退反进，一刀一剑如同砍瓜切菜，转眼就把袭来的灾兽统统击杀。露露张大嘴巴，明明完全没有灾变的痕迹，应该很弱才对。突然，露露想到了一种可能：半年前在搜寻物资时，她见过同样没有灾变却很强的人。这些人把幸存者隐蔽的基地破坏，让幸存者暴露在灾兽眼前被杀死，甚至在看见他们想要跑后，会直接打断他们的腿。一群没有人样的东西，也配和我说大家是同族。这句话露露至今为止都没有忘记。陈琳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，他救了我2次。似乎是看出露露在想什么，陆玉急忙解释：不管如何，离他远点。现在他吸引了大部分灾兽注意，我们趁机突围。露露深吸了口气，眼中有着一丝仇恨。然而就在他们靠近时，一道雷电忽然劈下，这里禁止通行。一个手持书本、金色头发的青年从大厦内出来，随着金色青年咏唱，一颗颗雷球浮现。就在这时，我脸色瞬间一变，长刀朝着旁边横打。突然，一把匕首刺在刀上，容貌清丽的女子在我面前缓缓显露而出。我毫不犹豫，剑刃瞬间斩过她的细腰。结果清丽女子突然消失，重新站在几十米外，没说一句话。我脚底猛地发力，直接冲了过去。还不出手吗？话音落下，一道汹涌的烈焰从楼房冲出，两人撞在一起，火星四溅。烈焰中的粗壮男子咂舌。你真的是召唤者吗？炙热的烈焰扑面，我神色冷漠，剑刃把他震开。不同的方向顿时走出4人。转生副本不可互相残杀，一旦发现就是立刻通缉，但是有阵营划分的转生副本除外。没想到竟然真会有人选择任务1，你们大夏难道就没教？遇到转生副本怎么决定才能增加存活几率吗？灾兽的优势显然最大，有点脑子也应该知道怎么选。看这6人将我当作落入陷阱的猎物，我只是淡淡道：诸位听说过一句话吗？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我这么高调把你们吸引过来，怎么可能没有把握处理你们呢？刚才各位说的很漂亮，作为报酬，我请你们赴死如何？我逐渐笑了起来。菜肴已经上齐，该黑名大快朵颐了。暴虐的咆哮声传遍八方，数百米范围的漆黑火焰融向黑色巨狼，瞬间他的体型再次变大8米，看起来更加凶残威慑。所有的人顿时感受到灵魂传来深深畏惧，看着黑色巨狼朝着他们冲来，寒意瞬间从4人的脚底涌上天灵盖，大脑几乎快要被恐惧压爆。终于在黑色巨狼利爪快要拍下时，有3个人克制住大脑反应，瞬间四散躲开。最后的一个倒霉蛋惨叫都没发出，瞬间被黑色巨狼撕开。见此一幕，剩余几人顿时冷汗直冒。本来以为拖住召唤物就行，结果身为召唤师，能有和他们相当的战力就算了，但这只召唤物除了肉身强横、输出可怕外，还有控场技能。别说拖住了，3分钟内不被他全灭都难。眼看黑色巨狼冲向下一个距离最近的人，金发青年咬牙，快速咏唱一段玄奥语言，瞬间狂暴的雷电交织，凝聚为一道道半米粗大的锁链环绕，瞬间缠绕住黑色巨狼的4肢和脖颈。快动手杀了他！我只能控制10秒。金发青年话没说完，只见黑色巨狼右爪用力一扯，雷电锁链直接破碎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的1级天赋啊！金发青年目瞪口呆，在我施加强化术后，黑明的实力又长一截。看见这一幕，所有人不敢疑，直接用出各自底牌手段。青衣女子化作数道阴影，从不同角度向着我刺来。突然，她的头顶出现无数冰锥，纷纷落下，逼着她不断往后退。
只见一名冰色长发的少女正款款走来，中心地面一点点覆上冰霜，靠近的灾兽毫不意外冻成雕像。我来拦住他。粗壮男子烈焰汹涌，直接冲去，其余3人同时出手，想要秒掉我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声大吼响起：“小犊子们，直视我！”嘲讽技能发动，瞬间3人全部转头，目光凶狠地看着那个手举盾牌的高大胖子。随后黑色巨狼出现在失去理智的3人身后，下一秒利爪撕过，3人一分为4。随后黑明转身，利爪拍向一旁的建筑，无数碎石射向清丽女子，一个个碎石撕裂衣服，穿过皮肤。黑明瞬间追上，抬起利爪拍下，漆黑火焰把他身体全部吞噬。另一边突然寒冰气流爆发，所过之处建筑和生命尽数化为冰雕，粗壮男子直接变成冰棍。至此，7只猎物剩下最后1只。随后所有人带着杀意的目光看向金发青年，金发青年脸色瞬间惨白，使出一片落雷后转头就跑，我只是几个闪身全部躲过，随后长刀一挥，金发青年便失手分离。你们知道灾厄母兽吗？它是从无数灾兽脱颖而出，重新诞生意识的存在。你要去杀灾厄母兽吗？应该只有把它杀了，评分才能达到最高，也才算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拯救。又见面了，陈琳。又见面了，陈琳。我操！大哥，你竟然是那位冬天省状元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！不等我回答，高大胖子震惊开口。聊了片刻后，3人关系熟络了些。我也知道了高大胖子名叫罗轩，我和2人说了准备杀灾厄母兽的事，2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3人立刻动身，朝着市中心前去。不久到了一座大桥前，突然一只灾兽亮起红色双眼，疯狂涌来。黑明立刻发起威慑，然后冲向挤满整条行道的灾兽群潮，漆黑火焰炸开。我面色一沉，灾厄母兽发现我们了。苏林雪双眸附上冰蓝色，如同一尊漠然的神灵。瞬间，他的头上尖锐凌厉的冰锥浮现，伴随苏林雪意念微动，所有冰锥射向从后面堵来的灾兽群潮，无数灾兽身体被贯穿，像韭菜一样一排排倒下。可很快又有更多的灾兽涌上，整座城市的所有灾兽都从四面八方在往这汇聚。这时我渐渐感到压力变大，整座城市数十甚至上百万数量的灾兽，就算体力耗尽也不可能杀得完。随即我便大声喊道：“擒贼先擒王，黑明，直接去杀灾厄母兽！”听到我的话，黑明顿时转身朝大桥冲去，在对面有一道危险的气息，是灾厄母兽。在黑明抵达大桥对面时，一条整整10几米大的暗红触手猛然从啮气中露出，抽在他的身上，数座楼房被黑明连连撞塌，直至20几米外才停下。黑明怒吼，把尘土震散，从无数混凝土和碎石里站起，冰冷的树瞳死死盯着眼前的灾厄母兽，体型60多米的巨大眼球，数不清的眸子也全部盯着黑明。黑明漆黑火焰汹涌爆发，直接发起进攻，身体瞬间冲出，在黑明全力爆发冲刺下，残破的楼房摇晃不止，巨大眼球的无数眸子顿时齐齐收缩，15条暗红触手纷纷甩向黑明。看着甩来的暗红触手，黑明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开，利爪浮现黑光，直接狠狠挥去，但却发出铁器摩擦的声音。黑明突然被其中一条暗红触手抽中，倒飞而出，好不容易接近的距离被拉开一段。之前黑明都是依靠巨化后强横的力量和防御，近身展开肉搏直接压制，但是现在面对巨大眼球触手的击退，根本没有一点办法。咆哮声中，漆黑火焰不留余力爆发，瞬间炙热的高温炸开，扩散四方。黑明瞬间冲出，体内魔力以极快的速度消耗，他直接选择了殊死一搏。另一边我有些凝重，通过和黑明的灵魂联系，隐隐感觉到黑明的生命气息在缓缓下落。好了，苏林雪突然睁开冰蓝光芒的双眼，万双尽灭，瞬间消失，无数灾兽在瞬息之间化为冰晶，碎片飞溅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当机立断去灾厄母兽那里。现在只有让黑明进化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不久，3人来到市中心，一道咆哮从前方传来，3人没有犹豫，立刻冲去。很快就看到伤势惨重、奄奄一息的黑明，但他的利爪还是死死抓着地面，任由暗红触手抽来，都死死不退，一点点坚定地走去。见状，我直接就向黑明跑去。黑明，吞掉这些灾兽！同时立刻施加恢复术和强化术，微微白光在黑明身上亮起。黑明树瞳一震，猛地咆哮一声，震开暗红色触手，黑明立马冲向灾兽群潮，漆黑火焰如同莲花盛开，立刻扩散。巨大眼球也发现问题，立刻发出指令，让所有灾兽远离这里。但是已经晚，无数漆黑火焰带着吞噬的能量涌入黑明体内。我毫不犹豫在面板点下开始进化，恐怖的黑色力量顿时从黑明体内深处爆发而出，冲出外面，形成一道漆黑光柱，冲天而起。黑明的身躯瞬间暴涨超过100米。系统提示音：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获得技能迅捷。系统提示音：恭喜你的召唤物黑明获得新天赋金刚之躯，属性全部提升60点。我松了口气，又是一次全面的大加强。黑明树瞳盯着巨大眼球，全身焕然一新，坚硬的狼毛散发淡淡金光，显得神异霸气。焕然一新，坚硬的狼毛散发淡淡金光，显得神异霸气。巨大眼球的眸子猛烈颤抖，在黑色力量爆发而出的瞬间，他被这渴望吞噬一切的恐怖气息吓得无法动弹。但紧接着便是无尽的震怒，他一样能够吞噬进化，他才是可以成为最强的存在。粗大的暗红触手齐齐甩去，连气流都发出轰响。黑明坚如
磐石，巍然不动。15条暗红触手鞭打在身上，仅仅金光微颤，融合爆石和巨化后的漆黑火焰瞬间爆开，漆黑火焰形成一道整整400米高的暴虐凶兽虚影，瞬间1000米范围直接化作一片黑色火海。黑冥猛地冲到巨大眼球前，随着他的利爪抬起，庞大的凶兽虚影也抬起，漆黑火焰凝成的利爪瞬间挥落，巨大眼球的眸子瞬间瞎了好几只，发出痛苦嘶叫。他的触手疯狂鞭打在黑冥身上，却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巨大眼球咆哮，吸收孽气，迅速融入体内，瞬间他的体型暴涨一大圈，暗红触手开始长出无数根尖锐倒刺。这原本是他留着向下一生命层次进化的力量，如今只能提前用了。暗红触手从4面8方包向黑冥，双方疯狂互相攻击，打得大地不断震颤，一道道吼声响彻天际。整整数小时过去，废墟之上只剩黑冥依旧屹立，巨大眼球的无数眸子暗去，浑身被漆黑火焰缓缓吞噬干净。这时我和苏林雪也都笑了起来。杀了灾厄母兽，还有数千灾兽，获得的评分绝对都会极高。翌日，随着一道提示声，3人消失在原地。时间已至，开始根据你的表现结算评分，累计击杀8560次灾兽，成功击杀灾厄母兽，恭喜你的评分为完美。职业晋升为召唤剑师，稀有唯一描述，这是因你而诞生的一个奇怪职业。恭喜你领悟新的职业技能法剑凝聚，技能效果：一把介于虚实之中的利剑，无视目标任何现实防御，造成1次精神创伤。我看着面板有些惊讶，无视物理防御，直接创伤目标精神，相当于对方只要没有精神防御手段，就能瞬间劈死。这技能简直让人头皮发麻。我手上瞬间出现一把无数纹路铭刻的利剑，精神力也随着凝聚法剑消耗一空。我摇摇头，把法剑收回去。看来这技能只能当底牌使用。我微微一笑，打开手机，弘毅、罗轩和苏林雪发来的好友申请后，顿时看到陆文发来的消息：顶尖学府的招收导师会在今天2点到达。你准备来一趟学校？我想了想，没其他事，立刻起身离去。凡云2中，陆文等候在校门，看见我后立刻上来。你终于来了！这次整整5座顶尖学府，全都派了招收导师来2中，这放在凡云市是史无前例的事。跟着陆文走到办公室，陆文从抽屉拿出一枚龙形魂戒，这里面是府的奖励，里面有你需要的装备和技能书。我目光一亮，这些都是我目前需要的物品。杖中剑这把普通品质的装备，承受了太久高强度战斗，已然损坏掉了。我接过环戒，意念探入其内，瞬间2道信息浮现：一天全剑斩，天剑形态获得精锐加持，无物不破；天杖形态获得智慧光环，持续恢复精神力，增幅50%任意技能效果。2技能书近在咫尺，效果100米距离内，瞬间一步到达。看着这些装备和技能书，我满意无比。差不多2点时，一辆黑色专车在2中停下，数名男女走出。李明志神色郑重，上前没有丝毫怠慢。能做顶尖学府的导师，无疑都是5转职业者，即使是市长都要以礼相对。来到接待室，神色慵懒坐下的季飞淡淡问道：“陈琳在哪？”紧接着门被推开，我和陆文走了进来。季飞仔细从下往上看了一番，不错，这相貌该入我云雀学府。坐在一旁的冯毅顿时不满：“外面传传也就算了，你们云雀学府还真看脸招人啊！”然后转头就对我发出橄榄枝：“陈琳同学，选择我青天学府吧，各种核心资源随便任你挑3样，当做入学礼。”才3样，搁这打发要饭的吧？我看你是在质疑人家东天省状元的重量。对，陈琳同学他都看不起你，别在那儿受气。这场面看得李明志和陆文一愣一愣，气氛一时间有些焦灼。但凡谁敢起头招揽，就必遭其他4人针对，场面逐渐混乱。季飞吸了口气，看着我突然开口道：“到了1转，应该还没开始召唤吧？只要进云雀，我能直接向上申请，给你集齐最好的召唤所需材料。你那一只黑狼拥有成长天赋，要什么资源尽管提。”包括送女儿。听到这些话，其他4人都沉默，即便是以他们的眼界，也觉得这条件太优厚。今年比2万分更高的不下10位，如果在陈琳这里招收，用掉太多资源，后面就很难争过其他人。认为不值得的4人默默放弃，其余都没问题，但送女儿就算了。季飞眉头舒展，心中欣喜。好，喜欢成熟一点的话，我其实也行。我本想说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话到嘴边突然止住。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云雀学府，不是因为季飞多好看，主要是他给的太多了。不久就到了开学的日子，9重省会中天市云雀学府，全国无数高考成绩拔尖的学生都汇聚在这里。我先是随便选了一个宿舍进去，里面各种设施和生活用品都有。就在这时，特制机突然传来震响，同时一条信息出现：你的召唤材料已经批下来了，另外需要什么资源可以提，我会最大限度帮你申请。发完信息，季飞靠在松软的座椅上，一旁蒋吴越有些不解。明明我们的资源足够招收4位省级状元，这些远远超过了陈琳自身价值。恕我直言，他完全不匹配我们所给的。季飞只是笑眯眯看着他道：“明天就会进行新生大比，到时候自见分晓。”把召唤材料摆好在地板，我伸出一只手在虚空张开，伴随召唤术使用，屋内被白光填满。大致几分钟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扇着2对翅翼、60厘米大小的通体银色蝴蝶。我嘴角微抽，默默查看它的面部。召唤物银蝶，等级10，力量1，体质1，敏捷1，魔力1，全属性才4点，比一开始的黑冥更弱。我摇摇头，这都刷新了已知最弱的召唤物下限。不过没关系，
我将赋予你漫长的潜力。看着慢慢朝自己飞来的银蝶，我伸出手指接住。系统提示音检测开始，忠诚度100%，永不背叛，是否进行本命连接？伴随着我的确定，瞬间灵魂撕裂的剧痛从深处传来。系统提示音：恭喜你的召唤物觉醒 SSS 级，唯一天赋万化神变，能化作任何一种形态，获得不同能力。就在这时，银蝶化作荧光，变成我的样子，声音呆呆说道：“主人。”经过初步的了解，我终于意识到了万化神变的强大之处。我打开箱子，里面放着一件件战甲部位。我对着银蝶指了指，同时意念开始沟通。银蝶轻轻点头，化作荧光包裹我的手臂，瞬间银色战甲出现，缓缓覆盖全身。我没有发现半点不适和重量，就好像这战甲原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我脸色满意，并且万化神变拥有通过融合金属提升坚硬度的能力，毫无疑问和贪婪暴食一样，是可以一直变强下去的变态天赋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先把银蝶练起来，给季飞发送信息，需要有着特性的金属材料。仅仅半小时，物品到达，提示传来，全是不同特性的稀有金属矿物，每一种都属于珍贵资源行列。回到房间，我开始让银蝶融合，很快覆盖在身上的战甲变得坚硬无比，就算2转的职业者也难以破防。同时，战甲的重量达到了5吨，对我毫无影响，但要是落到敌人身上，那就是泰山压顶。来到客厅内，听到动静的3个舍友有些惊讶，一个男人上前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清源省第2的枫叶。难道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获得了一个强横的召唤物吧？”枫叶凭着普通职业拿到省级状元，这种成就很厉害。神色冷漠的男子语气有些不屑，他是龙哲。在我认为，能让厉害的召唤物响应召唤，足以见得陈琳有特别之处。特别之处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新生大比上，我会让你知道，真正的天才和运气选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好啊，新生大比见。眼见快要争执起来，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遍整座学府：所有新人前来云雀广场集合。应该是新生大比提前半个月开始了，而且城外变异兽越来越多，学府打算让我们来承担清理变异兽的任务。坐在沙发的曹阳说道。听完这些话，我沉默了，突然想起了转生副本中的世界，没想到蓝星这么快也要面临相同的危机。默默想着，突然耳边传来冷漠男子狂傲的声音：赢钱的正好，陈琳，我会把你狠狠比下去，证明我比你更配状元的第1名。看着他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我笑了。那就一分高低，不过一定会是我把所有人压下去。云雀广场，一个个新学员汇聚，府长叹了口气，心中暗道：名次前100就必须要强制去城外清理变异兽，在死亡的压力下快速成长。身后的秘书点了点头，拿着平板开口道：半个月后的新生大比现在举行，年暗期的大型副本裂口峡谷，本次新生大比将会决定你们以后的资源。宣布完后，副本大门缓缓打开，强横的怪物气息流露，席卷全场。一些人的腿脚发软，嘴唇微微颤抖。罗轩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，很快就看到了心心念念的林哥。我看到高大的罗轩带着一名短发灰眸的少女小跑过来。之前他说要和自己一样报名云雀，我还以为是玩笑，没想到他来真的。林哥，这是我妹妹罗宁。好，我脸色古怪应道。罗宁怯生生躲到哥哥背后，语气极小。我无奈叹了口气，给他们发出了组队邀请。看到我和别人组队，给自己增加重担。冷漠男子龙哲微微皱眉，进副本前他冷冷道：我也没搭话。3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很快，全部学员进到副本。一名导师挥手，使出水幕投影术，裂口峡谷面积数百公里，宛如一座庞大迷宫。3人刚刚进来，前方立刻响起嘶吼，正好试试现在的实力。我意念微动，瞬间一道银蝶伴随白光出现，几步之间我全身附上银色战甲，右手虚握，天拳剑杖瞬间出现，接着又拔出背后的银色战刀，直接一踏地面，身影瞬间出现在几10米外的怪物面前，近在咫尺。原本应该是用来保命的技能，被我拿来拉近距离，天剑瞬间挥出，就像切豆腐一样，丝滑地斩过几只怪物身体，接着动作不停。我化为一道残影，眨眼间就杀穿而去。所有怪物几乎还没反应，就目光错愕的倒下。看到这一幕，罗轩激动的大喊：林哥牛波，一样什么都不用做，经验却层层往上加，这就是抱对大腿的快乐。副本外看到这一幕的导师满脸震惊，这速度和伤害都快赶上近战类的隐藏职业了，这技术属性更不对劲。哪怕陈琳已经2转寄生职业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实作，他才刚1转。会不会那只银色蝴蝶根本不是普通的第2幻兽物，而且是能和本体融合，增幅全属性的特殊召唤？能变成武器的召唤物闻所未闻，见识深广的府长都有些惊讶。目前10几个人的积分都要超过陈琳，组队获分只有3成。仅仅如此的话，他这状元要名不副实了。他可是你的未来女婿，丢脸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帝飞刚想说什么，后脑就挨了一巴掌。府长满头黑线，此时副本内我身上的银色战甲已经沾满鲜血，这些20级的怪物我都能一击秒杀，看来已经达到2转巅峰的地步，哪怕是3转打不赢也能安然无恙。就在这时，无数负面情绪不断涌入脑海，想要控制我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罗轩急忙说道：小宁，快把领域收起来！深知自己天赋诡异，罗宁神色慌张，赶紧收好。我笑了笑，安慰道：没关系，这些根本影响不到我。看了一眼记录器，仅仅才获得120积分，这样的速度显然有点慢。要想迅速变强，就必须夺得第1，获得学府的资源倾斜，不管是银蝶还是黑冥，都需要大量的资源。想到这里，我意念微动，瞬间白光中显出一只体型巨大的暴力魔狼，恐怖的狼嚎响彻峡谷。这顿时让第一次看见黑冥的罗宁吓得浑身一缩，躲到我的身后。去吧，黑冥。
把峡谷所有的魔兽统统吃掉！听到命令，黑明眼神凶狠，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向着峡谷深处冲去。没过多久，我手腕的记录器就不断传出积分上涨的声音。我走向另一条路，准备两头刷分。远处少女挥舞暗红雷龙，落向下方无数怪物，地面受到重击的瞬间崩裂100米范围，暗红的雷电爆开肆虐，将所有怪物湮灭。少女脸上意犹未尽。这些废物根本不经打。看着姐姐又发病，洛兰神色无奈。忽然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伴随炙热传来，还未等她有所反应，就看到洛红英炽热的目光迸发战意，狂暴的暗红雷电瞬间涌现，环绕黑墙之上。看着冲来的黑岩巨狼，紧紧对上那双树瞳，就让他畏惧蔓延。然而很快，洛红英绝美的脸上展露疯狂，立马冲向巨狼。看着无所畏惧直接冲去的姐姐，洛兰轻车熟路，迅速套上数种力量增益和庇护，在这些加持下，战力直接翻倍。哪怕对面是3转 BOSS 也可以拼。当双方碰撞在一起，强大的力量瞬间掀起一阵气浪，冲向四面八方。看着金光浮现、毫发无损的黑色巨狼，洛红英脸上一僵。黑明冷冷看着脚下这名无缘无故攻击他的人类，利爪瞬间拍去，恐怖力量下，3道庇护屏障层层破碎。洛红英的身影瞬间倒飞而出，洛兰脸色大变，双手合十，一道几10米的圣洁虚影缓缓显现。在此。六圣守护天使莅临 ，SSS 天赋天使眷顾发动，金色的光屏瞬间升起，把两人笼罩。还没说完，步步走来的黑明已经抬起利爪，黑光浮现，瞬间将金色光屏撕碎。他冷冷看了两人一眼，然后从一旁走过，根本没有理睬。此时外面一片寂静，所有导师包括府长全都鸦雀无声。这真的是一个转职才没几天的召唤师该有的实力，恐怖如斯。这实力完全就超出了2转的范畴吧。看到这超出常理的战力，所有人内心都不禁浮现了几个字：同级无敌，当代妖孽。看着满脸得意的季飞，蒋无月受到了1万点震撼，不存在的概率真的可以被他赌出来。难道他真的是天才？接下来10个小时里，黑明杀了上万怪物，就连第3阶梯 BOSS 也干掉了3个，距离下次进化还剩1300点。这只是半天时间的收获，但越到后面越难进步。罗旋和罗宁这边更是一脸兴奋，第一次体验到升级能这么轻松，根本没出一点力。我笑着看了眼记录器，积分已经达到3000。不远处黑明杀了整整1圈，回到这里，我随手给了一个恢复书。很快副本限制时间到，白光笼罩，传送回云雀广场。无数或惊叹的目光瞬间看来，周边许多学员灰头土脸，尤其是冷漠男子，一脸屈辱地垂了下地面。他全力下，竟然被一只黑色巨狼随便一爪拍成重伤。我来宣布所有学员积分榜单，第1名陈琳。34500积分。听到这话，冷漠男子顿时瞪大眼睛，立刻看向全息荧幕。只见我的积分位居第1，遥遥领先了一大截。下面是断崖式的暴跌，这绝不可能！冷漠男子不可置信，觉得是榜单出了问题。不只是他，许多人也都认为有些匪夷所思。怎么其他人，包括2名状元，积分都那么低？似乎是看出大家的疑惑。秘书解释道：你们遇到的那头黑色巨狼是陈琳的召唤物。不少人因为上去阻挡他，被他一下拍成重伤。闻言，瞬间所有人的目光无比震撼。新生大比到此结束，学分奖励会打入你们序号，自由解散。回到独栋套房，看到我推门而入，冷漠男子脸上有些不自然，挣扎了片刻，他深吸口气道：刚才有你的东西送到，说是第2批材料资源，我看你不在，就搬到你房间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打开黑色大箱，这次的稀有金属数量比第1批还多，只要银蝶融合的金属够多，坚硬度哪怕是黑明都破不了，还有概率获得种种特性，到时候就不只是防御无敌，战力也将无比恐怖。我并不打算只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召唤师，这样弱点太明显，一旦被针对，许多手段都能轻易诛杀。10几分钟后，金属全部被银蝶融合，此时它的坚硬度即使是3转也无法穿破，并且重量整整达到13吨，在力量相互增幅下，一拳下去就能轰碎地面。就在这时，新生第1奖励的5万学分也到了。稍微思考片刻后，我花光积分选出几10份果类资源买下东西，送到后我一股脑倒出全部东西，随后召唤出黑明喂给他吃。很快我感受到一股股热流强化全身，黑明的体型也在一点点增长，几分钟后就达到了40米。而我晋升召唤剑师后，每次升级多增加了5点力量，算是彻底搞歪召唤师了。从一个纸扎精神需要躲在后方的脆皮，变成了进攻型职业。翌日，今天是正式入学的日子，宿舍4人都被分到了一班。路上遇到了同样是一班的罗轩和罗宁，刚走进教室便有不少人看来，直到如今他们都还有些震惊，仅凭一只召唤物就将所有人碾压，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。这时2个极其漂亮的双胞胎从门口进来，洛红英和洛兰张望了片刻后，直接坐到了我的前面。与此同时，身材高挑的季飞走进教室，扫视一眼所有人，开口道：我叫季飞，是你们今后的班主任，当然有什么事尽量别找我，懒得管。随即季飞正了神色，语气严肃：你们都是各省的天才，努力考入学府，想来都是为了更好的资源，但很遗憾，异族通过几10年的布局，优势已经越来越大，再过不久他们就会一举突破防守。闻言，所有人目光瞬间变得难以置信。现在社会运转的明明井然有序，甚至还有不少娱乐开始发展兴起，媒体也在宣称局势已然变好，网上不曾有任何不利的消息，一切都是安稳平静。可如今却说大难即将降临，看出了他们的惊愕和疑惑。季飞缓缓说道：你们就不奇怪为什么社会中
基本上看不到5转以上的强者吗？哪怕是驻守整个大省的军方，最强的也只是4转。听到这话，众人仔细回想，好像的确如此。按理来说，像5转这样的中端战力，不说烂大街，但绝不至于网上和生活里一个都很难看见。突然，他们脑海中隐隐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：从顶尖学府毕业的学员，至少也是4转以上，他们中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去了前线。正因如此，才换来了后方的安宁。季飞继续道：像这样会引起恐慌的消息，各国自然禁止传播，这就导致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根本不清楚这样的事情。如今更要紧的是，变异兽规模也逐渐庞大，一旦再不遏制，到时发现状况的异族毫无疑问会提前发动总攻。季飞看了所有学员一眼，所以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到了。所有学府派出优秀苗子，前往军事基地展开对变异兽的削减。现在自愿前往军事基地展开变异兽数量削减行动的人，站起来！话音落下，教室瞬间响起一阵椅子被推开的声音。我自然没有丝毫犹豫。罗轩和罗宁看见这一幕，也是立刻站了起来。和变异兽战斗本来就是迟早的事，如今不过提前了而已。渐渐的，班上只有一半人还在坐着。看到这里，季飞嘴角挑了挑，有一半的人自愿前往，已经算是超过预期了。全体出发，前往军方基地。等等，我们也要吗？没错，在这班上的都是新生前百，都算学府优秀苗子，自然要去。之所以现在才说，是因为军方打算挑出自愿的人列为重点关注对象。你们实在无法提起勇气，还有第2个选择，退出云雀学府。还在犹豫的20几人顿时站起来一半。季飞带着众人走向云雀学府外面，校门前停着几十辆运兵重卡，一个个士兵脸色严肃地等待着。随着所有学员上到运兵重卡，原本热闹的云雀学府变得无比空旷。运兵重卡车厢内，季飞拿起资料文件开口道：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横断军事基地，位于中天市900公里外，他们的前面就是百连山脉，那里面机直达数十万公里。经过天启的探测，仅只是外围便有整整几万头10月30日级变异兽，深入一点的话，40减50级变异兽同样数不胜数。你们只要在外围展开清理就好。一直以来，前线都是靠着科技以少换多，才勉强能抵抗住攻势。然而不知什么情况，他们近来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，不分日夜在4处方向突袭防线。因此，对于此次清理变异兽，前线根本无能为力。8、9小时过后，运兵卡停了下来，伴随厚重的钢门向两侧打开，数支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士兵一字排开，似乎正是在等着他们到来。士兵们集体行了一个敬礼，这看得众人内心都有些触动，不禁收起了懒散的模样。所有人跟我过去任务接取点。一路上，众人目光四处张望，整座军事基地非常宽敞，周边都树立着一座座炮台，防御严密。没多久，来到任务接取点，等候着的女兵把黑色的智能手腕发配给所有人。这手腕和高考时的记录器外形相似，不过多了任务和地图功能，还有一个发送救援的图标，只要点击一下，军事基地就会立刻知晓情况，派出人员前去营救。同时间，在附近的人也会立刻收到信息，可以第一时间赶到。智能手腕发出提示音，欢迎使用，小爱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本次清理变异兽行动，每名学员需要当天接取至少1个任务完成。您本日还未达标，请尽快在任务接取点接取1个任务完成。我大步走到显示着无数任务的屏幕前，扫了几眼，还是稳妥一点，接几个3转要求的普通任务比较好。突然我感觉到有目光盯着自己，立刻朝后看去，只见从头跟到尾的罗轩还有罗宁，双眼正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。以2人的实力去了野外，大概是步步维艰。一起走吧。我笑了笑，毕竟是要负责到底的。2人连连点头，感激几乎快要溢出眼睛。看见这一幕，原本想要邀请罗宁的枫叶停下脚步，突然觉得牙齿有些发酸。野外凶险万分，随时可能遇到意外，我们一起互相照应怎么样？找别人去。李中锋眼神嫌弃，选好任务就和同班的辅助女生离开。曹阳，我们好歹也是战斗类隐藏职业，别这么怂，自己去找几个靠谱点的人组队，大不了点下求救。我们在附近的话，会顺手捞你一把的。枫叶忽然感觉周围满是恶意，没多久，我也挑选好了3个任务：清理在200公里外的狂暴黑猿、双齿巨虎和血鳞巨鳄。所有变异兽的位置都是由阵法师改造，铭刻上观察之眼的微型无人机地毯式搜索获取。变异兽各有领地意识，一般情况下不会离家太远。这次的清理行动，各座军事基地都做了充足准备，让学员们可以更加方便且稳定地击杀变异兽。当然，也考虑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。所有出去执行任务的人都可以领取3个高爆手雷，以及配备7发穿甲弹的大威力手枪，这些足以伤到20级左右的变异兽。我对自己的枪法完全没信心，干脆就只拿了3个高爆手雷。反正我现在一拳的威力比穿甲弹还要猛。转身带着2人离开，很快就开车进入了百连山脉。我直接换出银蝶变成战甲。这时智能手腕发出声音：是否需要小爱开启手电筒？是。下一秒，明亮的白光照亮了周围10几米。指挥部中所有的人神色凝重，通过一架附近的微型无人机，立刻就发现我们的路线不对劲。再往前就是30级以上的变异兽区域了，怎么还不停下来？快查看看，他们到底接取了什么任务？负责控制屏幕的女子闻言，快速操作一番后，语气震惊：击杀33级狂暴黑猿、36级双齿巨虎、39级血鳞巨鳄，这些全是要求3转实力的任务，最后一个甚至接近4转难度。
他们疯了吗？杨笑揉了揉眉心，这就是云雀学府今年最厉害的新生，他才16级，怎么敢接取高了自身2个大转实力的任务，简直是送死。但像他们这种明知危险也在第一时间站起来的天才，基本不会背叛人族，就算头铁了点也不能不管。他立刻通知了下去，让4架武装直升机靠近附近，一旦他们有危险，直接开始救援。杨笑长长叹了口气，和其他基地比，他们横断基地恐怕是要拖后腿。忽然智能手腕发出提示，请注意，已经进入目标狂暴黑猿栖息范围。就在这道声音响起的下一秒，一只巨蛇突然撞开灌木冲来，整整4米粗壮的蛇躯，长度更是达到数十米。它张开尖锐的獠牙，狠狠朝着我咬来，恐怖的血盆大口几乎要将我整个人吞下。我瞬间转身，双手抓住巨蛇的獠牙，猛然发力，在非人的力气和13吨重量加持下，巨蛇的獠牙瞬间崩断，鲜血迸射而出，让它痛得缩回脑袋。但我根本不给它一点喘息的时间，脚下地面凹陷，身影瞬间冲到巨蛇面前，一拳落下，脊骨直接被崩裂碎断。巨蛇凄惨嘶吼，阴冷的蛇眸露出畏惧，立刻就想逃走。我反手抱住，将它缓缓拖了回来。巨蛇发出惊恐的疯狂挣扎，地面不断颤动，然而根本无济于事。我的拳头直接轰向它的脑袋，巨蛇血肉炸开，头骨直接塌陷碎裂。我双手抓住巨蛇下颚，直接用力撕成2半。这凶残的一幕看得罗轩和罗宁瑟瑟发抖。另一边，清楚看着过程的指挥部陷入了寂静，所有人目光震惊。这也太变态了！他自身才16级吧，竟能硬刚29级的巨猛犸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杨笑默默低头，反复看着手里握着的资料，这里明明显示他的职业是召唤师。突然一声咆哮透过屏幕响彻室内，众人顿时脸色凝重。只见一只足有50米高、浑身肌肉膨胀的豹猿从半山腰跃下，似乎是被战斗的动静惊醒，愤怒地朝着这边冲来。不妙了，是狂暴黑猿！他怎么到34级了？变异兽每过10级就是一次蜕变，他同样能几拳砸死巨猛犸。杨笑摇了摇头，心中同样不看好。在整个人族中，能做到这么大战力跨度的没有几个。他的手掌已经拿出对讲机，只要情况发生不利，立刻就让4架武装直升机支援。我没来得及收获战利品，一道面目嗜血狰狞的巨大黑影就从上空扑下，黑猿的双掌抱成巨拳，轰然砸落。我毫不畏惧，直接抽出背后战刀斩出，正好斩在皮质坚硬无比的巨拳上，一道冲击波向周围散开。不过我毫发无伤，所有的伤害全被银蝶挡下。黑猿再度咆哮，身体猛然变大几圈，迅速达到了70米高，接着如同打苍蝇一样，手掌立刻拍下，可我瞬间出现在黑猿头顶，战刀猛然劈下，近在咫尺技能发动。这个原本是保命的技能，已经被用来位移近身了。可怕的一刀如同银光，瞬间斩在黑猿的后脑勺，却只留下了一道深半米的伤口。黑猿吃痛下，立刻转过庞大的身体，双掌疯狂乱拍，不过全被我躲开。这时我来到他的跟前，战刀在同一地方连斩数下，黑猿立刻抬起脚，狠狠踩下。瞬间一阵地动山摇，烟尘朝着4面8方掀起，而我早已出现在10几米外。看来13吨的重量和风力还是很难造成黑猿重伤，自己到这里已经是极限。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再拖延，瞬间一把介于虚实之中的利剑出现在手上，剑身铭刻着无数看不懂的白文，神秘且玄奥。感受到精神力瞬间消耗一空，我不由脑子一沉，随即我缓缓抬起手，顿时黑猿汗毛倒立。他感受到大脑传来一阵战栗，宛如被什么无形威胁着，黑猿立马向前扑去，想要快速解决战斗。然而我的手已经挥落，法剑瞬间斩过黑猿身躯，没有一丝征兆，他那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，狂风瞬间吹开了四散的烟尘。他的肉身还活着，但精神已经崩碎死去，直接被我秒了。我收回战剑，所幸狂暴黑猿的威势凶悍，散发的气息让附近变异兽不敢靠近，而且战斗结束得很快。看到这里，远处空中支援的武装直升机缓缓掉头飞走，整个指挥部没了声音，所有人都在呆呆看着屏幕，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杨笑沉思了片刻，立刻就想到，这应该是精神创伤类技能。这类技能非常稀少，但真正让他惊讶的还是我自身那恐怖的战力，竟然真能跨越18级的跨度，硬抗狂暴黑猿毫发无伤。关键这还并非什么爆发手段，而像是常态战力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那些能直接跨越一个大段击败敌人的怪物，无一例外靠的只是爆发或者大招，并非恒定的状态。两者虽然都能做到很大战力跨度，但差别却非常大。如果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常态，又能跨越2个大转的战力，到了前线上绝对会成为异族的噩梦。想到这里，杨笑顿觉心脏加速，无比欣喜。杨笑大步走出指挥部，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，关上门，开启重重隐秘阵法，接着小心拿出一个通讯器，大概等了半小时，那边传来响动。现在重伤在身，怕是保不住他。那边沉默了片刻，张哥，说清楚具体有多强。通缉下，咱俩联手都能被他把头按在地上锤。杨笑有些无奈，听到这话，那边立刻回道：那不得了了，我估计整个人族也保不住他，等着被异族刺杀吧。他单手能碾压我，但对上张哥你不好说。好，我这就和其他王座商量商量。与此同时，罗轩看着黑猿巨大的尸体，一脸激动喊道：完全不需要黑冥毒能力第34级的变异兽，林哥太有实力了！我笑而不语，随即意念微动，唤出40米高的黑冥，让他把2只变异兽尸体吞掉。很快进化值加了 0.2， 距离1200多还差很远。我思考片刻后，把手中还有之前杀变异兽挖的几枚生命晶石全部扔进了漆黑火焰中，平均每枚生命晶石都提供了至少1点。我目光一亮，这样的话进化值总算有可以快速提升的方法。随后我带着2人继续深入。半小时后，一只体型30几米、肩长獠牙的巨虎冲出，然而不等他进攻上
上来。黑明树瞳一瞪，威慑下他直接僵住，紧接着地面炸裂，黑明瞬间出现在巨虎面前，利爪猛然伸出，威力惊骇的一爪下，巨虎直接被拍飞。强大的后坐力下，巨虎连续撞塌好几棵参天大树，面目上出现4道狰狞的伤口，流出无数鲜血。可还没等他从剧痛中缓过神来，黑明又已然站在他的面前。短短10几秒时间，巨虎就被漆黑火焰完全吞噬。这凶虐的一幕，看得指挥部都有些害怕。那双树瞳即使隔着屏幕，也让他们浑身发寒，感觉下一刻就会死亡。杨笑嘴角苦笑，内心有一种后浪推前浪的感慨。3人一兽穿行在山脉，1小时后，这里已经全是30级以上的变异兽活动范围，但有黑明威慑，没有任何一只变异兽胆敢靠近。布满血红鳞片、体长整100多米的巨鳄突然睁开血色树瞳，一股可怕的凶残威势爆发，向闯入领地的人发出警告。黑明顿时獠牙毕露，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暴虐气息，缠绕的威势比巨鳄更加骇人。下一秒，他的体型迅速暴涨，体长达到接近300米程度，感觉被无形压了一头的巨鳄愤怒冲去，每一步都让地面震动。黑明浑身冒出漆黑火焰，利爪伸出黑光浮现，同时表皮和毛发上缓缓升起一圈金色光芒，透露无法撼动之意。巨鳄张开庞然大口，一排排利齿尖锐无比，然而咬在金光上却怎么也合不上。黑明树瞳只是冷冷看着，随即抬起利爪狠狠落下，瞬间无数血红鳞片被撕裂，皮肉一片模糊。与此同时，巨鳄凶厉咆哮，甩起厚重的长尾，上面血光轮转，威势恐怖，带着凶猛的狂风抽向黑明。只见地面离出4道长长深痕，黑明全力堪堪停住，巨鳄紧接而上，前肢猛然蹬起，咬住黑明，带着他一起坠入后面的湖泊。瞬间滔天的水花溅飞，湖泊底下2只巨兽疯狂打斗，搅得湖水一片浑浊。黑明全身的漆黑火焰丝毫不减，反而是周边湖水的温度不断上升。即使占据环境优势，巨鳄依旧被死死压制，用上力量天赋血光，疯狂轮转，还是造不成一点伤害。仅仅几分钟，庞大的湖泊水位下降了小半。忽然水面爆开，一个黑色巨狼冲出湖面，接近300米的巨大体型，压迫感十足，加上身上缠绕的凶厉威势，让人不禁颤颤巍巍。虽然黑明不会攻击他们，但罗轩和罗宁还是止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就连透过屏幕的指挥部也一样。至于巨鳄已经被吞得渣都不剩。这时手腕上的小艾发出声音：任务已全部完成，可回军事基地的接取点进行提交。等到3人回到横断基地，已是深夜1点钟，我径直走进接取点，找到一名女兵交付任务。你们真的完成了吗？一共200贡献点，你们是组队行动，准备如何分配？你看一下。调出小艾的录像佐证，我按照女兵说的比例，把分数转给了2人。我看了眼罗轩和罗宁，不仅没有作用，还不能很好的磨练自身，看来是时候给他们找一个更适合的队伍了。就在我离开不久后，接取点的大屏幕上赫然浮现一行字：云雀学府大一学员16级召唤师，贡献点100，排行1245名。不只是在横断基地，其他聚集着众多学府的基地也同时间浮现了这行大字。这一刻，不少待在接取点的学员都是面露惊讶。这人是谁啊？直接获得100贡献点，一波完成了至少2个3转级任务吧？我也是大一新生，现在贡献点才个位数，谁不是呢？我只敢做1转级的任务。这些变异兽太凶猛了，我等级占优都被压着打。16级100贡献点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现在多数的大2、大3学员都仅仅只有几十的贡献点，大一学员上了10位数的更是很少。众人之所以吃惊，是因为他仅仅才16级，只是大一新生，却跨越了2个大段，成功击杀了2只30级以上的变异兽。罗象基地内，冯毅正商讨着怎么击杀外围的60级巨兽，突然看到排行榜浮现的名字，微微愣了愣。怎么可能？听到冯毅的惊呼，几名导师顺着目光看去。老冯，你认识这个学员？大一新生第1天就上100贡献点，有些夸张了吧？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招收遗憾就是他，当时计费给的实在太多了，否则他说不定就是咱们北龙的学员了。听到这话，众导师恍然，原来是当初的壮举。不过很快有人摇头说道：“但是有战力强大的老生组队带的，否则凭他自己没道理一波赚到上百的贡献点。”不错，但这样的行为不可取。此次清理行动除了防止变异兽暴动，还有磨砺自身的目的在。是啊，时局紧迫，理应以提升实力为重，故意博取排名没什么用。冯毅也长长叹了口气，本来他挺看好我的，33级的重甲蜥蜴，费了很大功夫才杀死。萧云虚声音平淡，冯毅嘴角抽了抽，发自内心惊叹：厉害！17级就能斩33级的变异兽，你们这届天才真是层出不穷。老师你放心，这是天骄大事不假，但有我无敌。我将横压所有敌手，登上人族的王座。萧云虚偷偷瞄了一眼，发现众导师都捂着脸没有说话。突然他看到了大屏幕上的名字，顿时脸上僵住，心中10000个无法相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有人比我还要猛？100贡献点，就算算上被我杀的那只重甲希拉也比不过啊！看出萧云虚的怀疑人生，冯毅有些无奈开口：“刚才我们讨论过，这大概是由老生带的结果，不用在意。”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萧云虚顿时松了口气，不过完成2转任务的欣喜也匆匆告别冯毅，随后毅然决然地走向已经笼罩在漆黑下的山脉。与此同时，我回到宿舍，跟着舍友一行人吃了顿烧烤，并把罗轩和罗宁托付给他们一个队伍。2个4转要求的困难级任务。就在我进入山脉后，女军官立刻对着杨笑喊道：“他这次接了4转实力的困难级任务。”听到这话，杨笑狠狠吸了口凉气。越2个大转还不满足，
这小子还想跃3个大转，4转对应的也就是40级以上变异兽，这可是一条分水岭。就算武装直升机把火药打光，也擦不掉40级变异兽一层皮。通知云雀学府的导师，让他们去一个跟着吧，我怕陈林出事。是。通过智能手腕传给了留守在横断基地中的3名云雀导师，收到后他们立刻商量了一番，最终让蒋无月前往。只要陈林按下呼救，就能第一时间获得支援。与此同时，无数巨树藤蔓中，一只黑色巨狼急速穿行，大约1小时就到达了任务目标位置。此时等级44的巨大3头蛇正发出丝丝的警告。我默默伸出了手，透明神秘的1米多长利剑浮现，随着我缓缓抬手挥落，3头蛇顿时舌眸一缩，冥冥中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下一秒，左边的蛇头突然发出凄厉惨叫，随即无力倒在岩石上。另外2个蛇头见状，赶紧推了他几下，发现毫无声息后，瞬间惊恐万分。随后我便命令黑明上去咬他。接到命令，黑明顿时咆哮，体型猛然暴长接近300米，全身升起漆黑火焰，感受到恐怖的凶厉威势。3头蛇猛然张开大嘴，吐出紫色的剧毒，黑明直接硬扛上去，张开獠牙直接咬住中间的蛇头，带着它砸向大地，一阵翻滚。另一个蛇头看见同伴被疯狂撕咬，咆哮着张开獠牙，狠狠咬碎金光，深入到黑明血肉中，瞬间毒素随着血液流进五脏六腑。巨化下的体质属性让黑明硬扛住了剧毒侵蚀，利爪上黑光浮现，直接拍开这只咬住他的蛇头。就在这时，我拔出天剑，身影瞬间消失不见，猛然出现在3头蛇眼前。天剑狠狠插入蛇眸，剧痛下蛇头发出惨烈嘶吼。与此同时，携带着漆黑火焰的利爪瞬间挥来，把他狠狠拍进地面。但他30几米粗大的蛇尾卷起狂风呼啸拍来，我立刻抬刀抵挡，我的身影就宛如一个导弹砸落地面。眼见这一幕的黑明顿时暴怒，利爪附着黑光，风暴空气，凶猛撕下，坚硬的表皮此刻就如同纸张般脆弱，被撕出几米深的狰狞伤口。接着黑明瞬间转头，死死咬住另一个蛇头的颈部，疯狂撕扯，仿佛要将它硬生生断开。2头上百米的巨兽扭打在一起，无数泥土炸裂，巨树崩塌。我从烟尘中站了起来，毫发无伤。银蝶的防御还是那么值得信赖。看着越打越疯狂的2只巨兽，我坐到一旁的岩石上，剩下的只有等黑明慢慢磨了。这时不远处，一名身穿白色战甲的高挑女子正悄无声息地靠近，但只见我迅速抓起战刀，银芒闪烁，瞬间斩出。可我很快露出意外，蒋无月点了点头，有些吃惊，感受到战刀传来的重量，连他这59级的职业者都要微微用力才能挡住。导师，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面对疑问，蒋无月不动声色地收回有些发颤的手指，平淡道：路过，听到这边动静大，所以来看一看。就在这时，30多米的蛇头猛然从天砸下，轰的一声，大地烟尘滚滚，凶厉的咆哮传遍数千米。黑明屹立在3头蛇的尸体上，漆黑火焰贪婪吞噬着，把它转化为能量和进化值。超越300米的体型，看起来如同真正的天灾巨兽。蒋无月看得有些震撼，即使隔着这么远，那股仿佛要吞噬一切生命的暴虐气息，也令他感到发麻。另一边指挥部顿时沸腾，就连杨笑也有些激动。他真的做到了！天啊，这战力怎么会这么夸张？我感觉他比那个觉醒了 SSS 级天赋的妖孽还要强。无数漆黑的火蛇飘过空中，融入黑明的体内，他的体型迅速变小，来到我的旁边趴下休息。随后蒋无月关心了一声便离开了。注意安全，我先走了。打开地图确认路线后，我骑上黑明继续出发，吞噬了3头蛇和他的生命晶石。黑明体型直接增长了1米，进化值更是加了10点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或许只要4、5天的时间，黑明就能再次进化。这次的进化，黑明生命层次就能触及高级召唤物，天赋也将全面晋升成 A 级。到时候战力无疑会变得更加恐怖。这时，远处忽然出现巨大响动，伴随着咆哮嘶吼，一只蛮牛赫然冲来。蛮牛全身附着厚重坚硬的暗黄鳞片，2只犄角长达30几米，巨蹄下地面全部裂开。正是第2任务目标45级鹿角蛮牛。见状我没有犹豫，立刻给出强化术。黑明一声咆哮，体型迅速暴涨，漆黑火焰炸，同时金光浮现，仅仅瞬间战力全开。也在这时，鹿角蛮牛那双尖锐的犄角狠狠撞，黑明抬起前肢，2掌挡住，恐怖的冲击力下，黑明瞬间被疯狂推向后面，留下长长的深痕。2只巨兽眨眼间就冲出了数千米，空中无人机连忙加速跟上。此时指挥部里杨笑立马开口：通知下去，让路线上的学员赶紧远离，陈林的召唤物打起来可不会顾及他们。女军官闻言立刻操作起来，黑明双爪伸出，附上黑光，猛然发力，将鹿角蛮牛掀倒，巨大的身躯摔在地上，烟尘滚滚。此时一支2男3女的队伍拼命跑出几百米后，回头看着这一幕有些震惊。这就是指挥部让咱们离开的原因，还好走得快，不然被波及到命就没了。不对，一只是45级，另一只怎么才16级？我靠！你告诉我这是16级！5人目光难以置信，驻扎在附近的女导师察觉到动静，立刻准备赶过去处理。然而蒋无月悄无声息出现，挡在了他的前面。不用管，那是我云雀大一学员的召唤物。听到这话，女导师一愣，目光瞬间震惊无比。大一，你没开玩笑吗？看到他这反应，蒋无月嘴角微不可察上扬，平淡道：他在这一届确实优秀。女导师神色呆滞，这哪里是优秀，这是妖孽吧？大一就有4转这样的战力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这就是大夏顶尖学府的含金量吗？他是你的学员？女导师目光复，蒋无月表情一僵，干咳道：算是。他和季飞是从小到大的玩伴，他的学员等于自己的，这很合理。听到这话，女导师目光顿时有点羡慕。半小时后，黑明终于把鹿角蛮牛吞噬，凶厉的目光扫了一眼四周，没有发现主人后，他立刻转身返回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了正被一只50多米的蛤蟆追着打的我，瞬间无比暴怒，身影眨眼冲过去，恐怖的一爪拍下，直接将这只36级的变异兽秒杀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松了口气，使出恢复术，休息半小时后，一人一兽，接着出发寻找40级以上的变异兽猎杀。2个任务完成。
成，我没有选择回去街区点交付，那样一来一回花费的时间太长了，那点贡献点少赚就少赚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黑明尽快进化，然后自己升到20级，进入转生副本。自从了解人族的状况并不好后，我就一直有莫名的紧迫感。深夜咆哮在山脉阵线，黑明全身缠绕恐怖威势，脚下是2只42级的变异兽，漆黑的火焰正吞噬着他们的尸体，不断转化后融入黑明的身体内。我粗喘着气，精神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，连恢复术也维持不了，脑海无比虚弱，体力也接近力竭，全身发麻作痛。刚才强行用肉身帮黑明挡了另一只变异兽几分钟，差点翻船了。不过收获是值得的，一整天下来杀了有15只40级以上的变异兽。黑明的常态体型成长到了58米，属性全部增加整整58，体力破了300。如果现在再对上鹿角蛮牛，10多分钟就能解决。而像旁边这2只42级变异兽更是直接碾压，进化值也加了195点，距离圆满值差1020。见我回到横断基地后，所有人松了口气。女军官吞了吞口水，忍不住惊呼出声：太可怕了！一天就杀了15只，40级以上的变异兽，这如果换成贡献点，得有2000多吧？听到这话，众人都是一脸敬服。现在咱们横断基地贡献点最高的学员才700吧？没错，也是云雀学府大肆净空3年前的东域状元。其他基地呢？女军官手指快速操作，很快回应：北龙和其余数座学府所在的罗象基地，学员最高的贡献点是1000，其次是南云天学府890，西边青天学府850。这次的变异兽清理行动，一共有上百座学府参与进来，分布在10几座军事基地。先从面积最广、变异兽数量最为庞大的山脉开始，随后再依次扫荡周边，持续时间大概几个月乃至更久，直到将变异兽群体削减到无法威胁城市的地步。怎么拉开了这么多？看着不止学员第一，相差很大，整体清理进度上，罗象基地也遥遥领先。杨笑皱起眉头，女军官说道：北龙学府每年评定都是位列群首，绝大多数人自然更愿报名那里。这届又是天骄大事。天才井喷式涌现，可想而知他们的竞争状况有多恐怖。每个人都在发挥全力，不甘居于人后。不过这是好事，他们清理速度越快，后面就能分出余力去帮其他比较落后的基地。除了我们这5座有着顶尖学府负责的基地，其他13座基地情况